别怪我多管闲事啊。有件事情我实在想不通，你平时对谁都挺委婉圆滑的，为什么对喜欢你的人，却这么冷酷无情呢？小三，你平时都挺聪明的，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就糊涂了呢？叶明朗是个好姑娘，你不该这么对她。就算你不喜欢她，也可以用更委婉的方式吧。正是因为我知道她是个好姑娘，所以我才应该干净利索，而不是一味的拖着她。你好像变了，变得不是我印象之中那个风度翩翩、面面俱到的暖男了。小三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一个风度翩翩、面面俱到的暖男。我也是人，我也会累。我现在想遵从我自己的内心，过我想要的生活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怎么还在我家啊？你睡懵了吧？这是我家，不是你家。没事儿，这一回生二回熟嘛，反正你又不是睡一次了。我怎么又睡你家呀？喝多了吧？断片了吧？全忘了？干杯！下来好不好啊？让我们一起唱歌，在一起跳舞，开心！开心开心，你下来行不行呀？太开心了！知道你开心。友谊长存。友谊什么长存呀？谁给你长存呀？哎。那昨晚你睡哪儿啊？我们家就这么一张床，你说我睡哪儿呀？哎，我骗你的呀！我睡在隔壁哥们家而已，我怎么可能给你机会占我便宜啊？你有什么便宜好占？我这么玉树临风啊，想占我便宜的人多了去了。哎，我包呢？干嘛呀？要喷我呀？我找手机。都这个点儿了，我手机都没有响过，太奇怪了。手机我给你静音了，怕吵着你睡觉。我都帮你请好假了，你不至于在家办公吧？要不然请这假多不划算呀。走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带你逛逛呀，帮你换个心情，走出失恋阴影。我没有什么失恋阴影，我也不想逛街，我连衣服都没换呢。这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？啊，哪个女孩失恋了不得花点钱呀？走。你带我去哪儿呀？我不喜欢逛街。快走吧，你这品味这么差，我带你见见世面。哎，这家店不错。你没搞错吧？这家衣服是甜美系少女风。不试一下怎么知道不适合呀？哎，王老在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多好看呀！啊，真的好，比你平时穿的好多了。这不挺好看的吗？这件跟我很搭。
咱俩到底是谁失恋了啊？你买的东西比我买的还多，到底是你陪我逛还是我陪你逛啊？哎呀，这谁陪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开心了点儿？嗯，这作为补偿你，刚买的面膜分你一半。这还差不多。松手！有没有被我今天的几套造型给炫酷到？我觉得你肯定是每天没事闲的，跟屁虫一样。你每天跟着我干嘛？我这不是害怕你想不开吗？谁想不开了？我就是想独自哀悼一下我逝去的单相思。你说你让我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尤其是这个破假发啊！你是让我装公主呢，还是让我装外国人呢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啊，人家别的姑娘失恋了都是换个发型就换个心情，这有句话不就说的吗？没有发型就没有爱情呀。再说你这头发那么短，我怕你再剪就要遁入空门了。哎，你还我吧！我这不是让你从头再来吗？啊，要是你不喜欢这个东西，我再送你个别的不就行了？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我跟你说，25岁以后的女人，这皮肤下垂巨严重，这拉的你这儿特别长，容易就是。王小在，过分了啊！你说谁脸松弛呢？啊？你说谁脸往下拉呢？我这脸怎么了？我这脸好好的，你就不能让我这第一次人生的失恋有一种悲伤的意境？悲伤。这逝去的感情就应该像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，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小啊。帅哥，吃高兴。求求你别唱了，小帅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人生这就是2个字啊，争和止，就怕该争的时候不争，该止的时候不止，总在痛苦中纠结着。反正你努力了，坚持了，问心无愧就好呀。至于结果怎么样，重要吗？Cheers。Cheers。高阳啊，我们这种绣法和其他刺绣手法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，它是用丝线结成一个个极其细小的线疙瘩，铺展在绣面上，就像结子于其上，呈现出异风突起的效果，所以让绣品有更加精妙的变化。啊，你看呢？哇，这些绣工们啊，没有10年8年的功底，绣不出这样的效果的。
走吧，我们也下班吧。哎，好，拿上东西啊，一起走。哎，上回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明天见啊，明天见走了。扔绿桶啊，戴叔叔。哦，怎么又不记得啦？年纪大了，记忆力不好。来坐，吃西瓜。坐。不是，你再给我说说这个3个垃圾桶，哎，怎么分类来的？可回收的垃圾啊，扔在绿桶；不可回收的垃圾呢，扔红桶；厨余垃圾扔在黄桶。像是您刚才喝的矿泉水瓶啊，就应该扔在绿桶。而这些一会儿吃完的西瓜皮呢，则是应该扔在黄桶。其实很简单的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哎呀，你老爸从来没有夸过你是这么独立懂事的女孩。那我爸爸是怎么跟你说我的呀？说你粗心大意，什么都不会。我看啊，他就是瞎操心。你看，我看你一个人生活的好好的，而且还有那么多好的习惯。不就是垃圾分类吗？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，所以我觉得垃圾分类还是很有意义的。何止垃圾分类啊，什么节约用水，走后关电灯啊，5公里之内呢不开车，对，还有空调啊，永远保持26度。哎，对了，我都忘了，26度，那么多好的习惯，你自己不觉得吗？严加家规，人走灯灭。节约水电煤气，热水器已经设定了自动节水功能，超量会直接断水。空调恒温26度，不允许随意调高调低。他又乱动我空调。要说多少遍，26度是最节能环保的。我给你筷子是让你来捡垃圾的，要养成良好的环保意识，做好垃圾分类。我都受伤了，你好意思这么小气吗？医院就在附近，5公里之内，我从不开车。不知不觉中，这些都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好习惯。严厉，谢谢你教我成长，让我独立。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总是揣着糊涂装明白，可是时间长了，我们自然就学会了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很多事情啊，稍微一用力就会被拆穿，可一旦被拆穿了之后，就很容易失去了。在一段关系里边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也许不是一个坏事啊。庆祝我们这7年的友谊，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友谊长存。你刚刚说《魂断蓝桥》里面有首歌怎么唱来着？你是说友谊地久天长？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应景，就像我们一样，友谊地久天长嘛。说起来容易，我又何尝不是放不下呢？李总，你怎么打来了？哎，高阳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很好啊，给你看看苏州的绣房，比我们在英国看见袋鼠的那个小绣房大很多呢。这个是院子，
就是我和戴叔叔住的地方，我就住在这个房间。去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还没有打算回去呢。在英国戴叔叔家里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刺绣，我就被它复杂又繁琐的美丽所深深吸引了。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，我还想多在这里学一段时间呢。看你这住的也挺简陋的，怎么样？习惯吗？没关系，我早就不是那个娇滴滴的大小姐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住的那个房间啊，就是我爸爸当年住的那个房间。我有的时候啊，甚至会幻想，会不会哪天时空交错，我可以和年轻的爸爸相遇呢？你还真是异想天开啊！不过我看见你会开玩笑，我也放心多了。在苏州学习刺绣的这段日子，我才开始真真正正的静下心来，有了很多感悟呢。你当初也是见过这种刺绣的呀，它是多么美的艺术品啊！既有文化底蕴，又有历史传承。就那些商业化流水线上的所谓大牌，怎么可能有它价值名贵呢？是啊，我记得之前我们两个在车上的时候还讨论过这个呢。可是啊，这样有价值的宝藏却面临着失传的危险。看着那些辛辛苦苦的绣工们呀，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这门手艺，收入却那样的微薄，真是让人寒心。难道我们真的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吗？刺绣虽美，可是商业价值有限，它的产量也有限。从我们零售业的角度来讲，发掘它的商业价值，可能会需要我们很长的一个时间。可是那些老师傅们到底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啊？这么美丽的东西，我觉得要让全国，不对，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支持，它一定会更好的传承下去的。你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吗？我在想啊，刺绣是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代表工艺之一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样美丽又古老的刺绣融合到现代化的设计当中呢？你终于要开始重新设计了吗？这个，我还没想好。高阳，我一直觉得你很有设计天赋，轻易放弃真的太可惜了。我希望你振作起来，重拾设计，我100%支持你哦。李总，谢谢你，我会好好努力的。好。哎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不和你说了，我们这里明天早上要8点起来上班呢。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高阳，我的执念能否等来你看向我的那一天呢？哎呀，看来这些日子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你进步的真快，而且绣法也越来越娴熟了。不错不错，表面上打出来的绣子排列均匀，密不透底，像是镶嵌着一颗颗的小珍珠。看来你已经掌握了繁琐之美呀。繁琐之美。戴叔叔，你们觉得繁和简在审美领域一定是对立的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之前呢参加过一个设计比赛，当时有位非常知名的设计师点评过我的作品。他说我的作品过于绚丽浮夸，而真正设计的智慧是化繁为简，才能够面向市场并引领潮流。化繁为简，这繁和简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？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种平衡吗？我在想啊，有没有一种设计既能体现出繁琐之美，又能体现出简单之美，既能传承古老的工艺，又能符合现在商业化的需求呢？哎呦，这设计问题我还真不明白。其实我们厂里几十年如一日，翻来覆去的总是绣那几个传统图案，所以这些年我们最缺的就是设计人才。如果真的有人
能帮我们设计出符合现代化商品需求的新产品来，那可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喽。是啊，希望我们设计出自己的民族品牌啊！哎，就是嘛。挺好用的。没问题。严总，刚刚那个手机厂商给我们恢复供货了，看来还是您亲自去谈最有用，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别高兴太早。您是说销售额吗？这次周年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这销售数据不好看是肯定的了。不是销售的问题，是库存。库存能有什么问题？耗损率过高吗？已经远超3%的行业惯例了，还存在虚报库存的可能。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大仓，让他们尽快安排一次大规模的盘点，越快越好。好。行，先去忙吧。拿走多少件统计清楚啊？盘点啊，这个月的例行盘点刚刚结束啊，怎么还要再盘一次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么大的仓库，每天的进货量、出货量都特别大，每次盘点都需要专门协调时间、调配人手，跟打一场小型战役似的，真不是说盘就能盘的。这是严总吩咐的。严总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你就别多问了。严总既然说了，你尽快安排就好。哦，好，那我这就调配我们大仓的人手，尽快再安排一次盘点。一有结果，我尽快上报给严总。陈总，你看我这人手的问题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你只需要安排好这盘点当天正常进出货的情况就好。什么意思呀？不用我们的人自己盘点？你安排好盘点的时间之后，我会从总部抽调人手过来。严总呢是为你们着想，不希望这临时的任务给你们增加任何的负担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就去安排一下，看看最近的日期哪一天最合适。好，辛苦了。都在这儿了，来点一下。好。听说艺能购这次要展开一次大规模的盘点，而且是由严厉亲自主持，直接从总部抽调人手。啊？这种情况只可能是一个原因，严厉发现了仓库内部亏空。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我马上就去查了一下，才发现原来这个大仓经理我认识，他原来是在陈明百货做仓库库管的，就是因为亏空的问题离职了。那严厉怎么那么大意啊？会用一个有前科的人？严厉应该不知道，因为他从陈明百货是正常离职的，履历上面没有任何污点。我们也是在一次盘点中才发现了他的问题，但是他已经走了。那就没有别的证据能追究他的责任吗？没有，因为零售业商品结构复杂，种类繁多，很多大仓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各种问题。毕竟大仓要对接所有的供应商，人员来往复杂，涉及问题广，真的很难查清楚。不过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不会那么走运了吧？如果一旦查出问题的话，他可就是在职期间亏空啊。这种事情要是没及时查到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一旦查到，那肯定是纸包不住火的。这不，现在这位经理就已经急得火上房了，正想托病离职，好另谋出路。托病辞职，他把严厉当傻子了？严厉要是傻，这世上就没有聪明人了。他们搞的这次店庆虽然销售额一般，但是后续问题处理得非常漂亮，消费者赔付妥善处理了，品牌厂商也恢复供货了，咱们费了老半天劲对人家，没造成多大影响，所以我就在想啊，可能大仓这件事儿，咱们可以好好利用一下。你想怎么做？小马啊，你既然跟这个仓库管理员是老相识了，在这个时候你不妨帮帮他，给他指点一下迷津。
好球，朱总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伊能够这次的周年庆搞得很不愉快，他们好像销售收入也很不理想啊。是吗？好像是和几个品牌厂商因为价格问题闹得很不愉快。你听说他们要断他的货吗？我最近啊正在忙一些艺术展览，还真没有精力去关注这些。严总平时做事一向小心谨慎，但有些时候欲下过严，重压之下还是会犯一些小错误嘛。哎，你们那儿最近搞了几次主题艺术展，反响很热烈。谈不上热烈吧，但是跟预期的想象差不太多。现在现代化城市进展越来越快，休闲放松最大的就是时间成本。以前想要看展，要去画展、艺术展，但是现在你来到陈明百货，一样可以看到这些呀。喝喝咖啡，看看电影，跟3、5好友小聚一下，还可以顺便买一些东西。人们突然间发现，这样休闲娱乐的一天可以轻轻松松的过去，而且还可以这样的充实。那我想，大家自然会捧场。是啊，现在整个零售业都在说着要搞消费升级改造，可是我看很多人都只是喊喊口号。这个消费升级改造究竟怎么搞？有几个能像你李总这样认真思考的呀？朱总，你太客气了，我呀也只是在探索中摸索。好在现在年轻一代的人消费观念跟我这种运营模式接受度非常高。对了，下一周我们还会有一个艺术展览，到时候您有时间的话，一定要赏脸过来。那我一定去。那说定了啊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3个，最多3个啊！保你找到真命天子。谁跟你说我要相亲的？谁让你给我介绍对象的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用说吗？不是，我才刚失恋呀？你那也叫失恋呀？最多是个单恋未遂，好吧？你啊，行，就算你是失恋啊，你那天晚上咱们不是说好了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让往事随风吗？所以你要在爱情上重新振作起来，明白吗？我现在没有心思相亲。你现在没有心思相亲，那你什么时候有心思相亲啊？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能耗得起吗你？我说你这个人呀，在工作上挺雷厉风行、勇往直前的，怎么在感情问题上这视野这么窄呢？要不然你还是对人家有意思？胡说！我是这样的人吗？这事儿早就翻篇了。所以你要证明给他看呀，证明你拿得起放得下，对不对？这一个女孩在心无旁骛的时候去迎接新的幸福，其实是最美的。我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，我也不去相亲。就3个，啊？那个，如果这3个不行，我以后再也不提相亲的事儿了，啊？明天大仓盘点的人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人都是从各个部门抽调的。记住，要分区分批，争取一次性的盘点清楚。好，我会亲自。严总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？什么？大仓水管爆裂了。抓紧时间啊！来，抓紧时间，快点，来，快点！好，当心啊，别磕着！来，快点！动快！好，来，这给我，帮忙！拿好啊！小心啊，这1岁这个。严总，你可算来了！大仓里边很多货物都被水泡了，我这人手不够，你看能不能从总部调点人过来帮忙啊？已经通知了，很快就会到。这水管不一直都好好的吗？怎么这个时候突然爆裂啊？俗话说水火无情，他也不挑时候。再说了，前几天我就打过报告，说水管老化，也没人管呢。
那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啊？这事儿都打到后勤部去了呀！你不相信可以去查。你好了，现在不只是这些，抓紧时间转移货物，能抢多少是多少。哎，好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大家加油！杆子放一块啊！好，轻点放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，所以我想亲手给你做一碗长寿面。有你这份心意，我就很感动了。你看你的脸都搞成这样了，快回去洗个脸吧。这边我来搞定。我每次看到你拿这样有电线的工具，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救命之恩，只能以尾相许啦。那灯火阑珊的晴朗，是我孤单的悲伤。晴空来了，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呀？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呀？你相信我？我的牵挂是缘分，相识相知要珍藏。他是我爸爸，我很了解他的。我真的认为我爸爸，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你认为没用？我告诉你，你爸爸是什么人？他就是个小人，是个伪君子，是个混蛋。人生守护情一场。旅途漂泊牵挂你，那远在他乡的遥望，是我思念的翅膀。只想要听听他的声音，想知道他一切都很好。是我幸运的气囊，梦醒时分牵挂你，那魂牵梦萦的过往，是我心碎的凄凉。秋地梦游牵是我接太慢了吗？既然是我决定放弃这段感情，我又有什么资格再去关心他呢？我的牵挂是缘分，相识相知要珍藏。要不要回拨过去了？我找到了你很多东西，给我个地址，我寄过去。牵挂是回忆，时光远去不曾忘。我的牵挂是祝福，一生守护情一场。
怎么样？你好。叶小姐，请坐。谢谢。听说你刚刚从美国回来？是啊，我在美国待了10年了，可我还是觉得我的根在中国，并且我尤其不喜欢美国女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女人总想当男人。啊？我还是觉得中国的女人比较温柔，像你这样，长发及腰，长裙飘飘，就是我喜欢的温柔恬静的类型。我可能也没有那么温柔。谦虚，这正是中国女人最大的优点。可惜啊，现在好多女生张口老娘，闭口女汉子，还自以为很酷。我觉得呀，这就是对传统道德的丢失。你是不是对传统文化有什么误解？No， 这不是误解，是理解。我18岁就出国留学了，我的观念非常 open 的。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？我比较喜欢足球，你呢？我也挺喜欢的。你们女生看球，不就是喜欢看帅哥吗？你喜欢意甲还是西甲？西甲。巴萨系还是皇马系啊？巴萨吧。梅西、哈维、皮克。发现你真的很可爱。知道我喜欢足球，还特意做了功课呀。我来。不好意思了。没关系。我是说，你不好意思了？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啊？害羞的女孩真的很美。你们女孩啊，平时少喝点咖啡，多喝点水。咖啡喝多了会变黑的。25岁以后，皮肤就该走下坡路了。一杯咖啡而已，你们男人一样也会变老的。女人的青春比男人短暂，这是客观的事实。我不是歧视女性，相反，我是很支持女生好好保养自己。你们女人嘛，就是应该时时刻刻漂漂亮亮的呀。你真的懂得怎样吸引我的注意力啊？不是，你是眼神不好还是脑子不好呀？我个人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吧。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？我真的很 open 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跟你无话可说。怎样？没见过 open 的女人啊？原来你比我 open 啊！怎么了？有心事儿？没有啊。哎呀，是为了严厉的事儿吧？如果你心里真放不下他，你就去上海去找他。如果真心相爱的话，两个人可以面对面的解决呀。
别的事情还好说，仇恨这种事情要怎么商量啊？他不能和害死他妈妈的人的女儿在一起，我又没有办法和痛恨我爸爸的人共度余生。其实我打心里不相信我爸爸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可是无凭无据的，我现在说什么都让人感觉我在替我爸爸狡辩，所以还不如不说。哎呀，就为了上一代的恩仇，导致你跟严丽分手，我觉得有点太惋惜了。其实没什么可惋惜的呀，我们两个本身就不合适。我不拘小节，他谨言慎行；我喜欢繁琐华丽，他崇尚极简主义。带着最绝望的心